各位朋友好，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谈一谈，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要就是离开中国，或者说哪怕你要继续留在中国，然后想要成为能够在国际上，就是人不管你人居住在哪里，但是你在可以去做参与国际上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啊，就是能够就是能够不受太多那个地域限制，然后能够成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自由的这样一个人，那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或者说，也就是更具体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正在基本上已经在搞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比如说对一些知识分子，然后给他扣上各种帽子啦，然后进行人身攻击啊、人身威胁啦，是吧？然后现在最近的包括这个很多的企业，那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开始把财富开始以各种名义变成国有的充公啊等等，设立党支部等等，这个整个情况就非常的不妙。如果你要是目前生活在中国，你有那种想法，想要离开目前这个大陆在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制度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之下生活，你想离开那里，或者说你如果在国内目前的话，这个因为一些经济的原因，很多时候你做生意或者之类的也有很大的挑战。现在因为慢慢也就被孤立了，是吧？除了打贸易战，然后再加上一系列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肺炎呐、这个传染呐、是吧？现在的话，全世界都在向中国索赔，而且企业都撤的都差不多了，接下去失业的人也是无数的人都没有答案了，那个基本上是等着日子，整个国民日子很艰难的岁月就直接就来临了。那我希望就是如果有朋友要是现在想要离开中国，或者说你目前在中国，但是你有一天也许你随时要走的话，那你应该做些什么？我今天开始，我接下去会连续好几集，我就会把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或者说你应该去做，甚至现在就应该去做准备的事情，先跟大家讲一讲，然后让你至少你在出来之前心里有准备，出来以后会碰到一些类似到底什么样的问题，遭遇什么样的挑战，你心里有个数，然后你就能够更加自由的、自在的能够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如果你已经决定了，如果你要走，或者说很快就有可能会出来的话，你要记住哈，就是如果你自小只是接受中国国内的教育，而且很少有，也没有翻过墙，也没有就是平时阅读的习惯，而且阅读的也都是在共产党控制里面洗脑的一大套教程，或者书架上允许上架的那些书啊，那么往往当你真正要融入到这个世界以后，你会发现你跟人家的认知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假的，就是说在笼子里面控制好共产党喂养给你的，有的这个东西跟你的学历没关系哈，有的人就一辈子就在那边填选择题，填空，你学历上看起来是好像哇这什么硕士啊，什么博士啊，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学历看起来很高，但是认知水准其实跟真实的世界、跟自由世界里面的认知其实差别非常的大。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在国内其实应该早就应该，比如说该翻墙的就要翻墙，记住尝试着与正常世界的人多交流，而且抱着一种正常的心态跟人家去看。比如说你要学会那个不要有单一思维的，只有一种，就是说只有书惯共产党绝对正确啊，你就按这样填 A， 然后就对勾上去得1分2分，那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多维的哈。然后你要记住，你的知识是不允许在中国的大陆是不允许有第二种答案的，它是绝对的，而且这个答案都是共产党需要的，它也就是说你无法获得真正的资讯。
那么如果你现在目前活在中国，至少你应该知道，当你应该要尝试去翻墙，而且早就应该这么做了。那你有的时候你一翻墙，你忽然发现，哎呦，互联网是外面的世界跟你所认知的东西天差地远，以为人家是在攻击你，就是是在有意什么什么立国亡我之心不死，这莫名其妙的东西，真是莫名其妙，因为你没那么重要。在中国，目前中国在这种奴化教育，再加上几千年这个儒家本身就是奴才家，他就没有创造力的，就是为皇帝服务的一群那个知识分子作为主导的这个2000多年来，在世界上就是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跟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了。现在基本上你可以完全扔掉，我告诉你，儒家那样就完全扔掉，你会活得好好的，而且你会活得更好，而且你的知识和能力都会更加好一点。但是我现在谈的不是说去批判什么传统的这个教育啊，最重要的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决心要出来，记住哈，就是一定要开放的心态。如果你要是思维的话，始终跟在国内是完全一样的话，出来意义并不太大，因为你会发现好像你无法融入，然后你最终呢就会那咋办呢？只能就是又跟华人又混在一块，然后你基本上出来跟在国内没分别，人还是那个人，然后人家有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无法讨论啊，就比如说你在你虽然人出来了，然后你跟其他的国家的人一交流的话，人家都吓了一跳，因为这个真的太莫名其妙的，因为根本就谎言那个东西。在自由的世界里面，这种谎言东西根本藏不住，因为大家都是可以交流、可以讨论的嘛，那是吧？又不是在国内，所以大家首先，如果我也经常看到很多底下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看到底下一些，当然有的带任务过来赚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5毛吧，也许有带任务赚钱，我有时候我懒得去跟你反驳，也从来不拉黑你，就是说，如果你是正常的人，记住哈。人家提到跟你的观点或者不一样的时候，记住你要尝试的，人家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否真的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你尝试的，也许谈到的东西是否有依据，对不对？你可以尝试着去寻找依据，以开放的心态来。也许你这样的话，我相信你走出了国门以后，或者说你目前在国内，你可能会获得更加多元的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至少你走出国门以后。会跟正常的人，我就说正常人，不是说受到那个笼子管控的那个每个角落都带着探头，一说话就抓人的那共产党，这个环境之下的这个人的认知上，慢慢会接近他们。你可以活在现在目前的话，你可以忍耐，因为你没办法是吧？你活在笼子中，但记住你的思想千万不要活在笼子中，你的思想要自由哈，思想一定要先自由，然后在这方面的话，你我如果个人要建议的话，现在目前呢，就是我在网上，反正我要有的时候你要想中国，你看那个历史都是假的，全是谎言，胡说八道。但是在台湾，如果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去看看，像有的台湾的有的这个一些自媒体的频道，一些老师在线的老师，有的教育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史料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不错，但是。我看了一下台湾的自媒体，你同时也要注意，就是说，有的人他当然有的人他会为了流量啊，为了赚钱嘛，他肯定会也有比较，就是完全满足你想要啥我就说啥嘛，就是现在全世界里面很多人不是全球华人，人家早就不想住在中国，早就已经移民完了，然后回中国去拍戏，然后。骗你的眼泪赚大钱嘛，就是这种人很多的，这很多的啊，台湾也是有很多，但是我相信就是在自由的世界里面，相对来讲，它资源会信息会更加多元化一点，是吧？至少在教育方面，它不需要那个听从这个每一个党来管控的哦，你应该这样说，你应该那样说，否则的话你这个。是吧？教育部门的人换人啊，抓人啊，那个书想改怎么改？那不是这样的，所以相对来讲啊，然后的话书记住多看看那个世界上其他的正常的一些书啊，一些正常的书，就是来自于世界看第三方世界人对中国的认知怎么样啊？
这是一个。你首先的话，在认知上面有差异是正常的。我从大陆出来的，我很不喜，我也很认同这个。比如说比如说哪怕人家真的瞧不起中国人，又怎么啦？事实中就这样，因为你的认知水平真的是跟人家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你是在笼子里面关的，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资讯，所以你的成长史是一直在笼子里面关的，然后人家是在自由世界里面想说什么自由表达的想法自由的，那他资讯也是自由的，互联网也什么都自由的，自由交流的。那你长期关在门子里面，比如说我挖个山洞，然后把你封在里面，然后你自己跟那个骗子一个共产党整天喂给你的那个就是说他给你吃米糠，他说米糠世界上只有米糠最香，那你没有吃过其他东西，那你不认为？你不敢，你如果不说这个米糠最香的话，等一下米糠都被收走了，你就直接饿死了，知道吗？所以你的认知比别人有差距，而且你相同的年龄，你学到的知识比别人更少，这个是正常的。你要接受这个现实，然后把某一块补上去啊，一定要开放的心态。我很早，因为早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我接触到互联网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自小到大都是被完全靠欺骗这样骗大的，我一下头晕，但晕的话，你晕了你还要面对现实，那你又要一切重新开始，一切推倒重来，你要重新再用新的知识来武装你的大脑，对不对？你要面对这个现实，这个没什么没太大的问题啊，必须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世界，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很好的融入到世界，你以后走出国门以后，或者留在哪怕你人在国内，你能够很自由的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样交流，也能够比较保持顺畅哈。这只是一个，这是一个，也就是如何解决这个认知差异的问题。首先记住要开放的大脑，而且要敢于去面对这个现实，去尝试着接受多元的文化，这个很重要啊。